小伙子在手里作为人法铁忍者中相当不错的一位，虽然机制很简单，但是技能的实用性很不错，在当年的决斗场里也是有着很不错的表现。究极风暴里他的表现在远程特化型忍者中也算是不错的，但是因为这个类型的忍者机制实在太弱了，所以实在是不太好用。我们也是直接来看小胡子的平 A， 近战攻击 1A 向前挥拳， 2A 用蒸汽包围向前劈砍， 2A 命中后会使敌方跪地， 3A 蒸汽包围上调使敌方浮空。只有这一套平 A， 在没有命中敌人时，平 A 依旧可以打满。空中攻击也是已经可以正常连招了。投技上，小胡子有着一个近距离的快机动投技，命中敌方后会使敌方跪地，可以打起来连招。但是因为有前摇，所以接不进平 A 里。远程特化型通用的比较拉胯的投技啊，拿来自保都有点勉勉强强的感觉。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小胡子的远程攻击 ，1A 向前射出2枚水弹， 2A 连射3枚水弹， 3A 向前再次射出3枚水弹。那么上面这3A 就是小胡子的通用前置攻击了。中段攻击第4A 后跳射出6枚水弹，第5A 凝聚一颗大水弹将敌方打飞，水弹打飞以后中距离可以冲刺接起来。下段攻击第4A 向前射出一发水枪，第5A 打出水龙弹将敌方击倒。上段攻击第4A 连射4枚水弹，第5A 打出一发水龙卷向前缓慢移动1/3个地图，近距离下命中敌人会使敌方浮空，有效距离差不多这么远，再少位离远点就只有特效没有判定了。你这个就不能说是 bug 了吧，就纯纯的偷懒。空中攻击 1A 向前打出2枚水弹， 2A 快速打出6枚水弹使敌方倒地。除了上段攻击的最后 1A 以外，其他攻击全部能打满全图。1号位忍术是以前的忍术，正威爆围，发动后召唤出分身向前冲刺，范围是全图，带有不错的追踪性，命中敌方会使敌方倒地。这个技能不兼容连招，属于是一个风走位加自保的技能，不过还是可以接在平 A 里灌伤用的。这周判定很低，对面稍微跳一下就躲开了。2号位忍术是以前的特殊技，正威爆发，移速较慢，但是命中敌方后会使敌方浮空，覆盖范围是1/4个地图多一点。小胡子算是被削了，因为这招以前是不需要和查克拉随便放的，也算是小胡子一个比较核心的自保能力。打完以后也可以兼容任何连段。奥义是水铁炮之术，发动后召唤贝壳向前吐出雾气，覆盖范围差不多是1/3个地图，有追地能力，可以兼容连招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让咱们来看看小胡子的奥义演出。死にかけのミイラに俺が負けるかってんだ。ほっかー、勝負あり。ご機嫌だぜおい。ここまで頼んだぞ。まあ頑張ったのは認めるけどよ、それじゃダメだろ。それじゃやっべ、バトルが楽しくなってきたぜ。觉醒以后发动贝壳的幻术，整体能力没有改变，但是新增的特性，对手的所有远程攻击，像是好火球、手里剑之类的，都会往分身上撞，只有在打破分身的瞬间才会追踪下本体。分身的重生几乎是瞬间的，所以追踪性忍术基本可以无视掉了。不过不要和分身站成一条直线，它虽然能勾引攻击，但不能挡住攻击。小技能是新增的水遁散弹之术，发动后向前打出多枚水弹，覆盖范围是1/3个地图，水弹只要蹭到你了就直接打满伤，不过命中后会将敌方击飞，不能连招，会让敌方远离自己，也是一个不错的自保手段。好，那么上面这些就是小胡子的全部能力了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实战，看看2代水影的实战表现。还原剧情：小胡子对战忍战我爱罗，你们觉得这场决斗哪边会赢呢？开局小胡子想直接开大，被我爱罗冲刺打断。这类远程忍者最怕的就是近身，这里我爱罗直接平 A 接大。现在我爱罗会直接被他的大招推开了，我记得以前是不会的。小胡子想拉开，被我爱罗再次近身起手，一套下段攻击型接奥义，再次逼出替身。打完以后还想拉开，我爱罗开始恢复查克拉，不给喘息的机会，我爱罗继续黏住，打出替身，再次拉开，我爱罗继续追。我爱罗的近身意志非常强，基本就是碾压了。我爱罗的这个大招感觉很怪，打到地图上会把自己往后推，有点意思。这里直接一套下段攻击打满，小胡子替身已经交光了，想反扑，但是差点被我爱罗的连招连上，很难受。我爱罗远程干扰了一下以后直接冲刺，小胡子就地觉醒。觉醒成功以后立刻防住了我爱罗的忍术，以后直接拉开。刚刚的觉醒是怎么成功的？我爱罗的冲刺居然没打断，我爱罗想恢复查克拉，小胡子直接冲上来打近战。2A 打了一个倒地，远程攻击扫起来，一套中段攻击直接打满。在最后1A 的时候，我爱罗替身以后直接开大，小胡子想拉开，但是没能成功，没拿到替身节奏，又被我爱罗逼出第2个替身，觉醒结束。用 2A 打了一个倒地，趁机拉开。远程忍者的 AI 都喜欢保持距离啊，就导致看起来打得不是很激烈。我爱罗选择流沙扑流压出替身，再次冲刺起手，直接接大。现在小胡子替身又是全部交光，等待一个机会，也想开大，但是我爱罗直接拉远，想远程攻击压制，但是我爱罗也有远程，沙石鱼打了过来，技能判定不仅挡掉了小胡子平 A， 还造成了伤害，再次冲刺起手，抓住以后查克拉见底没法灌伤，只能中段攻击打满。
起身以后的小胡子立刻开水枪压制，歪罗则是找机会开始拉开，远程迂回让小胡子的攻击一下没中，这也就能看到远程特化型忍者到底有多尴尬了。歪罗主动撞上了正位爆发，给了小胡子一个输出的机会，一套中等攻击打满，想冲刺继续打压制，但是歪罗不给机会，看样子这里是想开大，被小胡子及时拦下，打下等攻击，歪罗踢早了，被水龙弹打飞了出去，还想开大调整过来的歪罗直接打断，两边同时拉到板边开始远程博弈，跳了一会儿以后，歪罗想出击了，冲刺拉到中场直接开大，小胡子选择替身到位移来到了歪罗身后，但是没抓住后摇，被歪罗平 A 结束战斗。第二回合开始，歪罗的攻击欲望依旧很强，连续2套冲刺终于是撞了上来，再次拿捏了小胡子平 A 接大，这波大招还给自己打了个位移，躲开了小胡子的反手，又一次冲刺，再次复合攻击，还是平 A 接大，小胡子想奥义反手，但是被歪罗的奥义躲开了，紧接着吃了一发投技，歪罗的这个投技接不了技能，还算是可以放心，趁着小胡子倒地的功夫开始恢复查克拉，起身以后的小胡子也没有立刻制止，歪罗再次冲刺起手，替身躲开了忍术继续拉远，但是歪罗还是在追，手里间接冲刺成功骗替近身，不过这里面对面没能冲，起手被小胡子打了一个倒地，起身以后的歪罗发现小胡子又拉远了，原地开了一个反击，然后冲刺压了过来，小胡子没有替身只能硬接伤害，打了一套上等攻击衔接忍术冲刺继续接，不过这个时候小胡子替身好了，直接秒替，其实这样做意义不大，因为这样还是没有替身，倒不如多吃点伤害把替身回满，歪罗多次远程干扰没有选择主动进攻，小胡子见状开始用水枪压场，但是被歪罗一个冲刺全部顶掉了，远程特化忍者的所有远程攻击都会被查克拉冲刺顶掉，优先级很低，这里虽然真微爆发打到了，但是没能接上后续，小胡子再次拉远，歪罗起身干扰了下以后又压住了，不过这次好歹是打了一个反手给了一个倒地，歪罗打到现在血都没怎么掉啊，起身以后直接把查克拉拉满，冲刺进行了一个对撞，打到现在小胡子还想拉开，被歪罗冲刺打出替身，不给你拉开的机会，死死黏住，再次打出替身，又用空中攻击逼出了小胡子最后一个替身，歪罗的思路很清晰，逼出全部替身以后直接开大拿下决斗胜利。2代目水影か、なかなかの相手だった。勝負あり、そこまで。也是能通过羽高和小胡子看出来，这种远程忍者的 AI 在这一座表现都非常不好。忍者的定位确实也是有限制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弱。那么咱们下期视频的主角是多有野，作为4代一忍4人众单独的 DLC 中的角色，它的还原度方面表现是相当不错。CC2 制作组也就是在这种 DLC 角色上才会上心，游戏内标配的角色做的都一坨大便。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角色可以发在评论或者弹幕里，角色更新的排表放在片尾，大家可以暂停观看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妨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你们的3连和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我是3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